这几天我国多地气温明显升高，就连海洋性气候的陕西西安都热得要命。于是有网友询问一种空调电扇，说是这种电扇里面有个水帘子，可吸收后面风扇吹出气流的热量，从而冒出寒气逼人的凉风。从商家描述看，这种价格不贵、制冷强劲的电风扇，使空调瞬间变成了智商税。而真正用过的人会发现，这东西的出风口温度和室温相差无几，并且风力弱、湿度大，越吹越难受，还不如普通风扇。究其原因，当气流穿过水帘时，水因加速蒸发变成蒸汽而从空气中吸热，使气流降温。因此，空调扇的初衷是利用水相变的前热来制冷，但设计者忽视了2点：一是在南方或沿海等空气湿度较大地区，风扇吹的风只需吸收少许水蒸气，湿度就接近饱和，因此水帘的蒸发量十分有限，以至于从气流中吸热较少，吹出的风通常只比室温低1度左右。二是风扇的吸气和排气流都在室内循环，使人体散发的热量和水相变的前热都无法搬走，屋里通风不良就会越吹越热。既然如此，我们就根据空调风扇的工作原理加以改进，制作一个廉价的降温神器。首先弄个轴套，将喷涂氧化钛干燥剂粉末的长条以辐射状固定在轴套上，并套上外壳变成干燥剂转轮。后面如法炮制，再弄个轴套和外壳，将潮湿的布条或滤纸条同样以辐射状密集固定，变成热交换转轮。接着给轴套穿上支撑轴，固定在隔板上，将转轮分为上下2部分，然后用皮带和电动机分别驱动2个转轮互相慢速反转，并在转轮间安装电热丝格栅，上下各装一个排气扇，这就是干燥剂制冷神器。排风扇启动后，户外热空气从除湿转轮的下半部分吸入，气流里的水蒸气在干燥剂上凝结，使转轮变得潮湿，同时向空气放热，使气流升温。然后这股极度干燥的升温气流又将热交换滚轮的湿布条吹干，期间布条的水大量蒸发，从空气吸热，使气流显著降温，并使湿度回升到60%左右，这样室内就得到了湿度适宜的冷空气。在转轮的上半部分，户外空气从后方吸入，由于热交换转轮的下部在水分蒸发中变冷，转到上部就会使穿过的气流中水汽遇冷凝结，于是布条恢复潮湿，转动到下部继续蒸发，而失去部分水汽的气流穿过电热丝，就变成高温低湿气流，将除湿转轮的水吹干，使氧化钛恢复吸水能力，转动到下部继续除湿，这样就完成了除湿、热交换、提供冷气、再凝结和除湿剂再生的循环。接下来给这个降温神器套个外壳，把它架在房子的窗口外，让下半部分的冷气排风口对准窗户，于是它的下半部分前方吸热气，后方排冷气，不仅出风口温度能下降10度左右，而且室内的湿度也很合适。当然，其制冷所消耗的主要功率来自电热格栅，但耗电量要比提供相同温度和湿度气流的空调低得多。究其原因，从空气的水蒸气饱和曲线看，如果空调从 A 点抽湿降温到 B 点，则空气先保持湿度并降温到接近饱和，再沿饱和曲线降温除湿，达到温度湿度最低点后，水蒸气凝结放出的热量又把空气加热到 B 点，而制冷神器的除湿转轮是直接从 A 点除湿升温，然后经热交换转轮降温增湿到达 B 点，没有沿饱和曲线降温凝结的过程，因此用神器除湿制冷的能耗小于空调。话虽如此，但该制冷神器外观粗鄙且制冷不强，故难登大雅之堂。唯一的好处也许就是大部分制作材料都可从垃圾堆或废品收购站寻获，因此如果不在乎外观美丑，有买空调风扇的钱，还不如亲自动手搓个更靠谱的干燥剂空调。